好，先看一下我这几天的创作哈。这一张是在2月26号缠绕线下共识会的进行的一个半透明纸砖的创作。那这一张跟新春老师一起哈，还有一个美谷，还有另外一位就是静文老师吧，是吗？忘记了。好，那因为蛮特殊的哈，他们有许愿，所以我就画了这个半透明纸砖。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半透明纸砖的创作的，因为纸质比较特别哦，它透光的话效果是非常的好，又很好玩啊、所以这是一张，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创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我的 ATC 纸砖，ATC 纸砖，就我经常会画哈，每次来参加我的线下课程，我都会给大家随机抽一张，所以很可能哈，后面有好多位 Evan 啊、Sally 老师啊、韵香啊，你们都可能会抽到他们哦。如果明天没有被抽走的话，OK 啊，这几张。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哈，这几个图样是小猫老师的直播，我没有跟着他画，可是我借用他的提示哈，他就是提示可以有这几个图样，那我就用这几个图样就画在我的 ATC 名片上面。这个是呃参考小猫老师的创作，OK，所以这边也要谢谢小猫老师，真的。然后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玩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折纸跟 B 九砖的一个组合，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哈，这是一张纸。那这个的 idea 是日本的徐野老师，徐野老师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师，他的作品很有他个人的特色，而且他也经常分享很多很漂亮的创作。在德国慕尼黑，他参加那边的CZT Days 2024，他去那边当讲师哦，他所教的一个课程。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折纸的，所以我就去研究它怎么弄出来的，就被我弄出来了，就很开心。然后就拼命的画了好几张这样子，好，那给大家看一下。那我是把它装在塑胶袋里，因为它这个最终哈，它这个尺寸，它是大概11公分左右，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跟现有的这个收纳册放在一起，所以我就用纸袋就单独把它收起来，是这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很好玩，非常非常好玩，所以你看就着迷，拼命的画，画了这么多张。哦，大家在 IG 上面有看到，对不对？对呀，它好有趣。那我就做出来了之后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进行创作，所以就弄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拿颠倒了，哎，是这样子。哦，所以目前是我看看有画完的是有4张哈，稍微有一点反光，因为塑胶袋的关系。其实还有一张还没画完，还在这里。哦，这一张中间插的是石纹纸，现有的方砖是这样，现有的方砖是9×9，那你看它这个折出来以后，它的4角是凸出来的，哦，所以现有的方砖没有办法放，就必须要另外装，这样有4张。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形状哈，我也折出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画，就是这一个。其实它们是一系列的，这2个你只要会折一个，另外一个就折得出来，好吧？好，那因为比较忙，其实我就创作了这一些。OK，这个是我这一阵子的创作哈，希望我接下来的时间有时间再多画一点，因为真的是有点忙。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一样哈，我们要把这个 Art Raffle 这个 App 把它弄出来哈。好，来，今天我有想到我们要干什么哈，
就是说，哎，这个反光的好厉害。来，我们平常哈，在之前我们的 Other Raffle 我们都用的是这一个功能，叫做 Guide。Guide 它的特性就是说，它出来的第一个提示一定是暗线，然后后面再按出来的也全部都是图样。哦，第一个是暗线，后面全部是图样。那另外这一个它其实有一个功能叫做 Freedom。哦，这个没有在我的共识会里面跟大家分享过。那它其实是会有一些 Annie Oken 老师他自己的一些绘画技巧的一个分享。哦，他让大家能够在创作的时候能够利用这些技巧去装饰我们的作品。那些技巧可能有一些我也不会，我没用过，只是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跟他学习，试着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跟着画上去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之前 Guide 的这个形式我们已经用了有一阵子了哈，可以来试试看 Freedom。哦，就是 Free Form 这种方式，看看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好吗？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哈。那这个 Free Form 它就是可以选8个提示，那就是用这个8个提示来创作我们的今天的作品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第一个是一个 Fancy Caps，然后一个是不知道叫什么，怎么念？好，这个应该看起来是一个绘制的方式，叫做 overlap，就是重叠重叠。然后这个是 mini gems，就是小宝石。然后这个是 Kiss and King。诶，这个图样叫这个吗？好像不是诶，这个叫做 ring lights，应该是指这种像环状的这种怎么讲，明暗的表示，有点像我们在画甜甜圈的那种阴影的效果哈。好，然后再来是什么 Rutos， 好，这个我知道，这个是 Necton，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图样。好，那我们不一定会全部用上哦，可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看看怎么弄。那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图样吧。拿出我们的纸笔啊。好，先用铅笔。这个图样，它是在一个范围之内。好，那它如果说是有这样子的线条，那里面就是画折线，平行的折线哦。我用彩色的笔画好了，这样比较清楚。每一条折线是平行的。那这个折线它的距离可以自己掌握，你可以像这样子哦，跟它一样，也可以拉得比较近，或者是拉得比较远，都可以。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图样跟一些纺织品的图样有一些类似。反正就是都平行。好吧，它一开始是有这一些线条哈。好，它这样子画好了之后呢，大家在这种阴影方面的处理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的。最黑的部分，我看它是先是黑白相间哈，我们就先以这一条为基础，这是黑黑黑，然后以这个为基础的话，它的连续性的这一个也都是一样，都是黑的，就横向的连续性。它就会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像楼梯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再下一个步骤就是这种楼梯感觉的地方，就用铅笔这一侧就是间隔的画上灰色的阴影，这个这个这样画上阴影，它就会产生像这样子的立体的效果，好吧？这个图样相对简单，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就到这边。然后小宝石，嗯，好，小宝石我们常画，这边不讲，我们在画的时候再说。然后是这一个图样，我先讲简单的好不好？这个 Necton 这个图样超级超级简单它也是一个官方图样，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填充我们画面中如果有一块地方我们不知道怎么填的时候，可以用这种图样去补。那它倒不需要说，没有什么特别很明确的规定哈。比如说我们就是习惯性的都画4条线，那我们可以以各种的方向这样子来画。你看以这种形式，它就能够很快的大面积的去把它填充起来那这个图样应该是也是很多人可以去有在应用在创作上面就蛮简单的。就是同样的就是4条线或5条线、3条线都可以，那不停的重复，然后去把那个画面的面积去把它填充起来。那也可以做一些阴影，那这个东西就在创作的时候再说，好吗？这是2个简单的官方图样这一个刚刚这个叫做 JONQAL，刚刚说什么江阔啊？呀，好，江阔，那这个叫做 Necton，NEKTON。这个其实是最难的，虽然说我画过很多很多次，可是就等一下再一起讲。好，这个叫做 RUUTZ，它其实是一种让一个长条形的东西让它产生一种立体感的一种画法那它并不困难，那你看它就是这样子一条，然后呢，把它有一个斜线画出来，然后再往下，然后这一条斜线的起始点你可以看到是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它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扩张出去，这边也是一样那不一定要左右对称你看我从这里开始，它可以这样子比较有扭曲变形的一种方法。这个画法其实我还蛮常用的。好，那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加阴影，加阴影的方式就在这种地方，把它加上阴影，它就会让这个整个的这个有一点三角形的东西，它就会产生立体感，这样子。因为我画这个图样蛮早的时间了，甚至我印象中是我刚学缠绕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学过这个图样。可是那个图样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那我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大家画这个图样，然后是把它连成一个圆环。把它连成一个圆环。那我们那个时候有同学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知道它的英文名字是这个，也不知道是谁创的这个图样的。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给它一个名字很好听叫做咸玉枝，是不是很雅的一个名字？这个的画法呢，你只要记得它重复的顺序就好。
先画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我以前画的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吧？其实都可以，它画出来的就很类似哈。第二个部分是这样子，这里也是一样，你可以画成尖形，也可以啊。好，第三个部分，这里倒过来哈，这里是跟它会产生一个像树枝一样的，这边跟它平行哈，绿线跟红线平行，这里也是，就画过来。好，这边这个底下就继续哈，就是这样子一直往下。那上面这边就是这样子往上，好吧？这边也是一样哈，它如果是这样子到这里就跟它平行，到这边就跟它平行。好，然后再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开始要来连起来了。诶，用黑笔，用不同颜色的笔，这样大家比较清楚。来，你看这里，里面这个连起来，外面这个连起来。好，这个就继续再往下，这个是往上。我这个图样我有好多好多影片，非常非常多。等这个直播结束以后，我再看看我是不是把那些链接放在我这一支直播影片下面的说明栏里面哈。现在就不去找它了。好，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哈，它这个上面是这样子连上去的，所以这里这样子连，啊，这边是这样子往下。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那它如果要画成圆形的话呢？画成圆的给大家看，画成圆的就很好玩哦。不过我好久没画了，希望不要画错。首先我们要先有一个圆出来嘛，哈。那我们画6个好了，上下6个，1、2、3、4、5、6，这样6个。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画圆弧，第一个圆弧。画这个图样蛮上瘾的。好，第一个画好了之后呢，就第二个。那就来第3个步骤啊。你只要头脑很清醒，其实这个图样不难画。好，那我们就继续哦。在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这个要连在一起。这个连在这里。好的，这个它就是环状的画法。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 fancy cap 是什么。好，这个会连到 Annie 老师的网站。好，你看哈，他就会介绍很多 Annie 老师他的创作。他把这个
这个图样，然后上面去加的这种东西的感觉啦。好，它的一开始呢，我画的大大的哦，一开始先要画一个树叶的形状，胖一点也没有关系。然后呢，它是像一个帽子一样，所以它会先画一个有一点弧形的这样子，就好像这边会是一个帽子，然后在这个帽子上面镶满了宝石。哦，那这个宝石的画法呢，我放大画在这里哦，它是这样子，它也是一个像是有一个底座，然后上面是一个宝石，它其实很像我们的元宝的画法啦。我们过年画金元宝就这样子，对不对？哦，那可是它的画法是这一个，就底下这一个变得小，变得比较细，然后宝石比较凸，就这样是反过来的。哦，那他就是会想象，好像这个宝石是镶嵌在这个帽子的上面，所以它会有这样凸出来的感觉。那它让我们呢，在这个上面就是侧边的话，就是在这个铅笔痕迹的侧边，我们先可以画上几个哈，表示说它这个的立体感是这样子的。好，那剩下的空间呢，就可以在里面，比如说像这样子画一个大一点的，哦，那它也是有框的，就可以随意的画几个，好吧？然后像它这边有一个菱形的，也可以。好，那它这个缝隙里面呢，它是用这种类似木卡的形式来做填充。哦，我觉得这里面就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啦。用木卡的形式。那顶端的话呢，它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图样叫什么啊？忘记了，说不出来。哦，就是用这样子的线条，其实你倒过来，它就是 C 线条，从大到小，一直这样渐进的上来，这样子就 OK 了，好吗？哦，这个是一个叫啥？Fancy Caps，Fancy Caps。啊，银耳，谢谢新春老师。好，这个银耳，银耳英文是什么？Ginger，对，我就在想Zinger，Zinger，好。可是呢，我今天要来用一张很特别的纸砖，这个是新春老师送我的，他自己手染的纸砖，大家看看是不是超漂亮？里面还亮亮的哦。新春老师说这个是广告颜料染的，超好看，而且染了双面。好，那这一面的那个亮亮的感觉比较明显，这一个比较不明显，可是两边都很漂亮。哦，两面都可以创作，超棒的。哦，非常鼓励大家哈，有机会就可以自己染一染纸砖，因为有底色的纸砖哈，创作起来那种成就感特别特别的好，对吧？传道话基本8步骤，第一个感恩与感谢，谢谢大家，现在有52个同学在线上，非常谢谢大家来参与。谢谢新春老师送我这张纸砖。那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拿白色的纸砖，或者是任何颜色的纸砖都可以。哦，如果你有石纹砖，用石纹砖也行，或者是你以前染色染了扔在一边的，去把它拿来，我们就用这个来创作，好吗？好，那在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从基本8步骤开始哈，先4个点，然后把这个框连起来。
好，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变化哈，拉一个圈，我们就来画这一个。我们这就因为它如果交叉会非常的困难哦，来，我们就顺着这一个拉下来一条，那我们就画这样子，好吧？那先给自己定几个位置哈，就是我们要画这个第一个圆弧的位置，那不要画的太小。你看哦，我这样子大概2公分左右的距离2公分，然后这边2公分2公分，好，这样子定位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画了。好，开始喽，先画一个圆弧，我今天用的是 Uniball Eye 的 Micro 哈，这个是 UB150黑色的，哦，这个是30的笔，我介绍好多次了。这个笔头因为它是金属的，它就像是我们的中性笔、钢珠笔一样，哦，它是比较硬的，金属的，它不会像带针笔一样用久了就会缩回去。那它这个是直液式的墨水，它是防水的，所以它可以很耐用，可以用很久，好吗？好，第一个半圆对吗？第二个半圆，这个上面的话，它就是这样子上去了啊、这里这里要往上连，这里是往下哈。你可以同样的一边哈，先连，这样就比较不会乱。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全部先连右侧这边，对吧？然后再换另外这一侧。好，我同样是在做加粗跟圆画哈，等你们 OK。这边哈，我就做一些装饰哈，就画一些三角形。你们如果来不及画这个三角形哈，不用急，你们可以直播结束以后再去加就可以了。我只是趁这个时间哈，画一下。嗯，我们接下来要画下一个图样，我打算这个再加上这个。那这个要怎么样画呢？因为我们刚开始这边有一条线条嘛，
那我就顺着这一个，我就这样子往上了然后我先用铅笔画给大家，稍微给大家一点我要干什么的这样子，我会顺着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是画这个图样，然后这里fancy cap 我会画在这里，这样子打，这样子，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它会很大一个，刚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它是一个可以表现的一个位置。好，我开始画了。然后这边的话，因为会穿插所以这个就是从后面画的技巧。我先来画这一个，从后面画，对吧？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做这个图样的这个旁边这种散出去的这一个部分好，我决定要把它直接拉到这个纸砖的边缘，往下拉。这个图样的画法它就是很容易能够拉到一整片的面积，可以画得出来这样子。现在要来画这个像帽子一样的这个地方那我要参考，对不起，我要稍微参考一下，因为我没有画过它，我不知道它应该要怎么弄。我刚刚有 sample 对不对？好，你看它这个画的是比较像一个倒 V 字形的，好，参考一下。好，画第一个突出去的宝石，这边来一个大大的突出去的宝石，这边一个。我们先把上面这个银耳先把它画起来。嗯，那这个里面呢，怎么样来填充？就画一些像木卡一样的小小的缝隙，就画圆珠子，好吗？然后有一些地方可以涂黑，有点意思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的创作有一点难哦，如果你觉得太有挑战性的话，你可以先停下来，先看事后你再看这个录影的回放，可能会好一点。好，这边的话，我们反过来画那我们不要太复杂，
就这样，1、2、3，看看，我打算让它黑白黑白啊，所以第一个黑，第二条这样子拉下来。好，我们这边再来拉一些这个图样哈，那就不画这一个了，因为它有点难，是不是？那我从这里来拉的话，你看看，我想要往这个方向这样过来，啊，这一个方向，所以一样啊，从后面画。那这边怎么收尾呢？就画一个木卡就好了呀。木卡绝对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它同样木卡的这个底下两侧哈，也可以做这种像裙摆一样的这种往外面扩的这个效果。我画的有点太宽了，所以我里面再加一条。这个木卡的这一侧哈，我想它是从这边开始，不要太多。这边一样可以有一些类似的线条，让这个木卡它呈现出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哦，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表现方式。那我们剩下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用这个图样，我们来把它填充起来。哦，那我们从前面的，我们不是一开始有画的一个方框吗？我一样把这个方框哈先连起来。好，这边之前是这样子连下来，那我把它改成它在这边吧。啊，当做它被遮住了，做一个外光环线，这样就会好一点。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一样哈，加粗原画，加粗原画是让我们调整细节的。那这边我就要开始来画这一个图样了哈，我就在底下开始，我是以4条为一个组合。你看哦，这个有时候就会画一个就搞不太清楚，就随便再加一条进去。
好，因为我比较不喜欢把整个画面塞得太满，哈，所以我现在要打算的就是一开始我不是有画这一条吗？有一个铅笔的痕迹在这里，哦，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图样我只填到大概这个位置左右就好了，所以就会有一些这种看起来不知道在画什么的地方。哦，感觉是这样子一片过来的，对吗？嗯，OK，我们要来操作阴影了哈。先画这个咸玉枝它的阴影哈，就是这种有叠在一起的地方，加上一点阴影就可以了。来看笔啊，我们在这种圆弧的地方，因为我用的这个是有染色的纸砖哈，所以可以加白的效果会比较好。那你如果说是用白纸砖的话，其实这一步可以不用，可以省略，因为你白加白可能看不太出来。如果你用的是有色纸砖的话，那就可以加白色，好吗？哦，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用棉花棒擦一擦，它会比较均匀。然后是这一个啊，这个帽子的这一个部分，这底下呢就很大胆的把阴影加上去。那像在这个底下部分哈，因为它都被压住了，所以其实这个阴影就简单的操作一下就可以。哦，就是顺着这个咸玉枝的边缘帮它做阴影。那这边这一个跟这一个木卡，它们中间有衔接的地方，也可以弄一下。好，这边我要拿回我的这一支黑笔啊，因为它们这边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我用稍微加粗一下，然后在这个有衔接的地方做一点点圆画，让这一个线条哈会更明显。好，这些咸玉枝内侧的这个地方都可以做一点阴影，让它立体效果好一点。右侧这边哈也可以加一下。好，这一个木卡这边帮它加一点阴影上去。那这里就画一个微笑阴影。我们用白炭笔来帮助它，让它这个地方亮亮的。
棉花棒擦一下。这个是 Uniball 的 UM153这个是钛字，因为它比较白，就用它来画。来，我们在这边给它画一个大大的白点。有提亮的效果。那其实最难的部分会是这个地方，还是要先拿出我最喜欢的金色金属笔。我们把这个边框先框一下。我们就是很浮夸、很移花，就一定要有金色不灵不灵的这样子哈。画金色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个框能够更凸显出来。好，我们在这个框的内侧我们也是来加点阴影。就这个时候，在悬玉枝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加，看看。好，它的外侧。好，我这边我也想加阴影。好，在这个帽子这里我们的宝石的边框也是用金色先把它画起来。我们有4颗大大的宝石，上面这个尖尖的这个地方左右两侧加阴影，让它有立体感。那中间呢，就用白炭笔用力的涂，很用力哦，用手撸一撸就可以了，大概就可以。好，那这个宝石的部分教大家简单的画法吧。我看看，我的用彩色铅笔，你用水性或油性的都可以那我现在拿的是灰博的红铁盒36色，颜色很随意啦就随便拿。我们先薄薄的扫一层上去，好像就是那种化妆的时候打粉底的那个意思然后这种月牙的形状，稍微用力一点画。是不是效果就有一点出来了，就像宝石一样。好，我现在用的就是普通的 HB 铅笔我就蛮用力的，就要给它打上阴影。只擦笔再来，看是不是很容易？如果觉得不够，就再加一点。红色的再来一点，稍微红一点。那这边稍微比较亮的地方就留着也可以用白炭笔来给它加强。好，然后呢，再用白色水样笔，你看用简单一点吧，就画2点就好了。好啦，这一颗我就让它保持这个，因为它这个底色刚好是有点白我就只用铅笔这样稍微画一下就好了。那也是给它来2点。好，来选一个这一个，我还蛮喜欢，有453。好，一样轻轻的把它扫过一遍，然后开始在这一侧左侧用力画。
因为用力，你看这个颜色就出来了，对不对？我肉眼看是比较颜色比较深哈，我把灯关掉，你看是这样子的颜色，好，颜色比较深。因为灯刚刚打的比较亮哈，所以你们看起来好像白白的，其实上我是很用力。好，HB 铅笔，纸擦笔，这个我要让它画在这个底下。嗯，这个是457。好，那它这个因为它这是这个方向嘛哈，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就反过来，先稍微薄薄的刷一层，然后再用力。这一颗比较小了啊，所以就简单的画一画 OK 的。我这边有那个金属红色，有一点红色的，就是喜欢这种闪亮的感觉。好，然后剩下的这些就稍微加一点阴影就好了。这边这一条哦，一样加金色，再用白水样来点一下。那我觉得阴影不太够深哈，所以我用这个，这个是 Libra 的 Mineliner Brush 哦，这组笔我很常用，我超级喜欢。它是双头的，一头是这个软笔头，然后一头是这种哦。那我会有时候会拿来加阴影哦，就是在这种地方，我觉得想要加深一点的时候，哦，用这个笔就超快。我主要是要加在这个金色的框的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它的阴影应该要重一些，好看。差不多了哈，先在这里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看哦，这个宝石有没有很亮？其实刚刚大家也都看到我怎么画出来的哦，用最简单的方法去画就可以，好玩吧？哦，这个当然，新春老师所染色的纸砖功不可没，所以让它有这么漂亮的效果。我自己也很喜欢。好，那如果说想要它效果更棒的话，哈，可以在这边啊，我这是心血来潮啦，这边让它加亮，这边加亮，棉花棒，哦，稍微更亮一点。哦，从不同的角度就看得出来，哦，我有加的白色上去，它就会更亮一些。嗯，有点好玩吧？会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改天，你们多看，反正录影的话，你们就可以随时暂停嘛，那多看几次，这个涂鸦是很好玩。好，今天这一章里面有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技巧啊，希望对大家来说都有收获。那我们这个画到今天差不多了哈，谢谢大家。